云游四海，旅途寻梦家，带你看遍山川湖海。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是来到山西太原了。我是直接从广东出发，开车开了2000来公里，历时3天才来到这里。这里的天气真的冷，但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啊。最冷呢，能够达到零下20来度。我相当于是从广东的夏天呢，直接进入到北方的冬天了。原本呢，我是计划直接去大同的，恰巧我的一位好朋友啊，行迹旅途的秋萍呢，就刚好在太原市的附近。因为我们呢是几乎同一时期做旅行自媒体的，自然呢就会有很多话题聊。所以呢，我的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太原市，和他一起聊聊天，吃顿饭，小聚了一下。那么今天我是来到太原市区西边的一个很小众的景点，叫做店头古堡，就是一个古村落。以前北方的农村啊，我也到过一些，但是呢，北方的古村落啊，我还是第一次逛。你看看这个风格啊，还是非常的与众不同。这座店头古堡啊，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，距今呢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了。这里曾经也是守护晋阳城的其中一座军事堡垒。晋阳城啊，指的就是现在的太原市了。从太原市过来的话呢，大概就是10来公里。那么这座古堡啊，也算是当年晋阳城西边的一座军事要塞了。直到北宋的赵光义焚毁晋阳城，这座军事堡垒啊，才失去了它的作用。慢慢的，它就变成了一座村庄了。但是很多军事设施啊，还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。在2000多年之后啊，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残留的遗迹中，依稀的了解到先人们生活的状态。在这里发现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，一直黏着我，可能是肚子饿了。但是可惜，我背包里啊没有食物。你看，它跟着我走。我走到哪，它跟到哪。这个店头古堡的主要看点呢，就是古村、古树、古庙、古暗道。刚来到这座古堡啊，看到眼前的这个场景呢，就让我想起2020年的时候啊，我到过的一个云南的古村落，叫做橙子村。那个古村的房子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家的屋顶就是我家的院子，户户相通，就像迷宫。那么这个店头古堡啊，也有相同的特点，只不过这边的房子呢，都是用石头盖的。这里为什么叫店头古堡呢？听这个名字啊，就知道跟商业、跟店铺有关。原来啊，沿着河边呢，就有一条古道，沿街就有一整排卖各种货物的店铺。店头古堡的名字啊，就由此而来。可以想象，在古代啊，这里的商业是有多么的发达。这就是沿河边的店铺，现在啊依然是店铺，只不过呢，变成了农家乐饭店了。在店头古堡现存的建筑里啊，最有特色的就是石窑洞了。这个石窑洞啊，其实就是古暗道。据说这个古暗道啊，长达10公里。它的奇妙之处呢，就在于上下钻窑洞，左右能互通，不走回头路，犹如绕迷宫。意思就是整个窑洞啊，都是迂回相通的。如果不熟悉情况的敌人走进来啊，就会像是走进迷宫，还没有攻击就已经被绕晕了。现在就带大家进入古堡，一起来探究一下古堡的奥秘。这座楼啊是叫做雀敌楼，就是攻克敌人的。洞内有声控灯，进来看一下啊。雀敌楼，进来之后呢，首先呢可以看到一个炕，你看在这里呢就可以烧柴火，将整个炕呢把它给烤热，用来睡觉。哇，这里面呢都已经被熏黑了，相信呢这个呢应该就是灶台吧。你看，越走到里面呢就越黑。这个是2进式窑洞。哇，相当的黑暗，不过还好有一盏灯。
这里呢是有一个阶梯，但是这个门洞啊却非常矮，需要弯着腰上去。哇，非常窄，大概只有80厘米宽吧。而且这个阶梯呢也是挺陡的。上来了，上面的地板呢还镶有砖啊。从这个阶梯上来之后呢，到外面，这里啊又有一条阶梯可以下去，简直像迷宫一样啊。旁边呢还有一座窑洞，放置了一些物品。这里还有一个入口啊，可以上去。这里的阶梯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宽了。哇，挺暗的。现在呢，相当于是到达第3层了。这个窑洞里面呢是有一根柱子，估计上面呢已经不是很稳了。它是用类似造石拱桥的原理啊，去把它给搭建起来。而且屋顶用的材料啊，依然是不规则的石头。这里摆放着一个梯子，与众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梯子啊，尺寸特别大。这边的石头呢，都有一些松动了，甚至啊用手都可以拿下来了。在这个窑洞的侧边呢，还有一条通道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足够啊用来逃生。太阳终于出来了，感到一丝丝的暖意啊。刚刚呢，没有太阳的时候，风一吹啊，确实是非常的冷。这条通道不好走啊，非常陡。哎，上来了，好大的风啊！上来之后呢，就是一座寺庙的后方了。走，进入到这个寺庙的里面呢，去看一下。这上面还有一些完全被废弃掉的窑洞。哇，寒风刺骨啊！这上面呢还有一些被修复过的院落，但是呢看样子啊就非常新了。山西的村落啊有一个特点，有村就有庙，大的村落啊甚至有7、8个庙，小的村啊至少也有1个庙。这座寺庙啊是叫做殿头紫竹林寺，里面呢是供奉观音菩萨。走，进入到里面去看一下。正门呢是摆放着2个狮子。就连这个门洞呢，也是做的跟窑洞一样啊。上面呢是有一些彩绘，一头龙，还有云。小型的钟楼，这对面呢就是鼓楼了。你看这一块东西呢叫做木鱼。寺院中间的这棵古槐树啊，估计呢也有上千年的树龄了，非常的高大。这旁边呢是释迦殿。这里就是观音堂了。就连这座寺庙里面的通道呢，也是迂回相通啊。你看，走到这边呢，又可以从这边的阶梯啊下去了。往这边走呢是古戏台和登山。你看，往上面走呢还有古地道。先看一看古戏台，这里一整排啊都是被荒废了的窑洞，门口呢是堵着，里面呢是放着一些木材。再往里面呢就是一片漆黑了。
这边还有一座房子呢，是可以进去的。看，哇，这里还有一道门呢，是通往下面。即使这个门打开之后呢，也是显得非常窄。出来之后，两边都有门啊，你看，这个门呢也可以打开。说是迷宫啊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进来这边看一下，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院子，这里有好多房间呢。不过这里面的房间呢，基本上都是空的了。你看这里呢就有一条古暗道。哦，不对，这个呢应该是地窖，就是用来存放东西的。这个房间的墙壁啊是后期被修复过，涂上了一层黄泥。这边呢还有通道，那么出了这道门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河流了。又回到沿河边的这条街道了。这个位置呢就是古戏台了，但是这个戏台呢好像是后期啊重新修复的，但是这个修复工程啊做得有点不好，竟然用的是泡沫板啊。戏台又被重新铺了一层木板。这里面呢就已经是破败不堪了，屋顶都塌了，但是可以看一下以前的用料啊是多么的扎实。这条横梁啊还有这条是有多粗。古戏台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村子的中心点，一个小广场。现在来到村子的上面呢，去看一看古暗道，这才是店头古堡的奥妙之所在啊！但是上来之后呢，看不到指示牌，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啊。找到一块牌子，往这边走，还是没有看到。这个指示牌指的不明确啊。这里有很多塌下来的房子，难道是在这上面吗？这地上有好多从树上掉下来的枣子，原来这一棵就是枣树。这树上啊还有一些，但是不是很多，破旧的窑洞都已经围起来了。走错地方了，需要重新找一下。这个村落游客也不多，想找一个人来问一下呢，都遇不上。后面这一整排窑洞啊，相信在近些年啊还有人住。你看这一面墙壁还用现代化的砖头啊修复了一下。在这边呢有一个门洞，进来看一下。但是没有看到古暗道啊。我看到这条路啊比较宽，应该平时走的人啊也比较多。按理来说呢，应该是在这上面。这里还有一棵大槐树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门洞，看起来有点像。非常暗。应该是在这里吧。哇，好黑暗啊！这里有一根柱子，
但是没有看到暗道。这就是一个洞啊，这里有滴水。哇，你看，这上面呢，都结霜了，这上面都是冰啊。难道这里是一个通道吗？好像没有，看样子啊，还是走错了。这后面呢就是荒山野岭了。哎，这家有呢，这边开这个门。哦，这个。你反正有手电，打手电往里啊，千万不敢不打手电啊。啊。有个人的耗子啥的，一看灯就跑了。哦，里面有耗子吗？有。还有耗子啊？啊，那耗子还是不满地乱跑的。哦，哦，就这一家进去。它有个洞，你往里钻就行。哦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房间里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哥啊，谢谢大哥。嗯。千万不敢走钻的那岔路啊。哦，岔路不要钻。不是，你钻进去了，从哪儿钻去，你往返过来钻出来。哦。你不敢有个岔路，你两个路，这头一个，这头你说我钻这头。怕就出不来了，怕里面迷路了，对吧？你肯定迷路，不是怕，千万不敢遇到岔路你往回走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往回走，从原路退回来了。啊，你可不然有个岔路，你高兴往这头钻，往那头钻，你钻就钻的完，让它钻不进去，你就也钻个7、8米就完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体验体验去。好，千万不敢走岔路啊！好，好，谢谢大哥大姐啊。原来从这个寺庙上来呢，到这户人家就是了，但是这个指示牌啊，确实是做得不好。从这户人家这里啊进去，然后走到最后面那个房间，就可以看到古地道了。这里面呢还摆放着一些新的砖啊，准备修复了。最后面的房间应该就是这间吧。这里都堵住了，怎么过去呢？这也没看到什么地道啊。这是中间的这个门啊。哎，这里有个洞，难道是这里吗？好像还真是哎。哇，这里怎么下去啊？太暗了，而且呢，下面呢还有什么瓶瓶罐罐的东西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出口，看看从中间这座房子进去里面呢，能不能看到地道。这间也没有。这边这座房子啊，确实是有一个古地道的入口，但是呢，洞口啊长满了草，而且呢是非常的狭窄，所以呢还是去看一下隔壁那间房子有没有地道的入口。两座房子中间的这道墙啊，已经塌下来了，这里呢被走成了一条通道。这座房子呢，也是在修复当中。哇，看到了！哇，在这个地道里面呢，简直啊要爬着走才行啊！现在拿出手电筒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不进去了。因为确实啊是太窄了。看一下旁边的房子呢有没有古暗道的入口。这个不是古暗道，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。看一下最角落这间房子呢有没有古暗道的入口，也没有。
破败不堪的墙壁。这里是雀笛楼的2号院啊，进来看一下。里面呢是摆放着一些农用具。这个呢应该就不是炕了，因为底下都是木头的柱子，一烧的话呢就坏掉了。一个巨大的木质车轮，这应该是一台车子。这么大的一个石磨，老的柜子。哇，这里还有一条通道啊，但这个门呢就非常的矮了。哇，进来看一下，这难道是古地道吗？进来看一下啊。不是哦，里面也是一个房间，这里还可以上去。这里就出来了，又是一个房间。哦，又回来这里了。哼。有什么？2个女孩子敢来这里玩了。比较新奇。上去吧。你上来吗？我上，我等一下我自己上，没事。等一下。哇，这个阶梯够窄够陡的了。哇塞，上来有点困难啊。这个呢就是炕了。哇，出来了，果然是你家的屋顶就是我家的院子。估计这一边呢就是一条阶梯啊，往下面走的了。果然是啊。村中有很多古树，也是这里的一道风景线。太原地区的古槐众多，这里也不例外。这些古树动辄有上千年的树龄，树干苍劲有力，在风的吹动下，枝叶繁茂，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逛了一圈下来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整个古村呢就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。那么这里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石头城了。目前保留完整的房子呢，还有400多间，通常为2层，还有少量3层的。准确来说啊，这些房屋呢是属于窑洞的其中一种，专业术语啊是叫做实线楼层式串套窑洞。整个古村是依山势而建。这些窑洞和院落之间有阶梯和通道相连，简直是四通八达。行走在其中，就像是走在迷宫一样，比玩密室逃脱还更加有趣。另外这里还遗留有一些古代的地道，不知通往何处。可惜洞中空间过于狭窄，实在难以通行，就被迫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条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俊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